这个鞠躬是向大家道歉的，对不起。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道歉的女孩子，名字叫做吴柳芳，前体操世界冠军，了不起啊！那她现在的网名啊叫56学姐，经常上互联网的人都知道，学姐这个词啊，在网上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一般都是指那些专门跳舞、跳热舞的女孩子起的名字啊。吴柳芳现在的职业呢，就是职业网红，专门在网上给大家跳热舞。有人说了，这个叫擦边视频。什么叫擦边视频呢？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啊。Let's go. 所谓擦边视频呢，他们就说就是在镜头面前啊，女孩子啊穿的比较轻薄，然后呢扭来扭去，展示自己身体对男性的那样一种吸引力，满足那些油腻中年男性的那种猥琐的心理。所以呢，吴柳芳啊所跳的这个舞就被很多人任命为这个擦边视频。所谓擦边视频，就是说，你说他违规吧，是那种色情吧，他好像也没违规啊，他没露点嘛。你说他不违规吧，你看他身体扭动的那种方式啊，就是那种软色情，在边缘上游走。 나는 1학년 채널 참여받은 친구 춤추고 랩하는 거 좋아하는 친구 나를 보면 인상 건네줘 반갑게 먼저 말을 걸어줘。 那么这个吴柳芳啊，在过去的1周左右的时间里啊，在中国可火了，频频的占据互联网的热搜榜啊。但围绕着吴柳芳的现象呢，分成了2大阵营。那么反对吴柳芳的人就认为，他说你跳擦边视频也就跳擦边视频了。但是吴柳芳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行为啊，他把他当年啊，就是得了这个世界冠军的金牌啊，一起合影。而且呢，他还把自己作为中国国家体操队的队员的身份呢放在网上。你看，一直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嘛。那你这不是给国家蒙羞吗？那你跳擦边视频就跳擦边视频嘛。那你为什么你要带上中国体操队的这个形象呢？你为什么要带上世界冠军的这个形象呢？这个不好。另外支持他的人就说了啊，那人家吴柳芳，人家身材好，人家跳热舞怎么了？那网上跳热舞的多了，那你国家队为什么不能讲啊？你现在又没人管人家，人家现在自毛职业，那人家也是他的自由，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那么由于啊，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争议，也就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这吴柳芳啊，在过去1周的时间里啊，他抖音账号从5、6万人一下子飙涨到250万，平均每天增加100万。结果没想到，到了24号这一天啊，他的抖音账户突然呢就被禁止关注了，也就是被封杀了。而吴柳芳呢，就把他自己抖音里头那些热舞啊，基本上七七八八删的也都差不多了。我看了一下，只剩下了7条啊。这7条中间都是穿的非常不轻薄的啊，全身都穿满了衣服，然后跳的那个舞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健康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个吴柳芳最近1周所发生的故事啊。这吴柳芳啊是今年30岁，他呢是1994年出生在广西的柳州。4岁的时候呢，他就被他的父母啊送进了少体校。说句心里话，我看到他简历的时候啊，心里的怦然一动。为什么呢？4岁呀，你要知道啊，4岁的小姑娘，我们一般家庭的孩子啊，都在那个公园里头玩沙坑呢。但是4岁的吴柳芳就被他的父母送到了少体校接受职业体育训练。因为中国啊有无数的家长啊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奥运冠军。但是啊，现在这个职业竞技体育非常的残酷啊，很多这种职业竞技体育它的这个入门的年龄越来越小。你想想，那跳体操的人得了世界冠军，有的时候还没发育呢，就是14岁、13岁。那你想想，你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很多时候就是3、4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了。吴柳芳的父母啊，估计也是这千万个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成员之一，所以在4岁的时候呢，就把吴柳芳送进了少体校。我就在想啊，4岁的时候，吴柳芳啊，面对这一切，他肯定是没有自主的决定权，他也不知道这一切的选择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他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听从这个成人世界对他的人生的这种限定性的安排。进入到少体校之后啊，这吴柳芳啊就开始埋头苦练了。大家都知道，体操这项运动啊，其实训练起来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看到赛场上那些运动员那些柔美的动作，在高低杠上翻飞的那些动作，都是无数苦练的结果啊。但是这吴柳芳也算是有天赋，苦练10年之后，14岁的吴柳芳呢就入选到了国家队。这一年呢是2008年。2008年对中国可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那举国欢庆啊。而国家体育局也包括中国政府对这一届的奥运会应该说是非常之重视，甚至围绕着08年奥运会，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制定了08奥运会的夺牌战略。那你想想，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一个职业体育运动员，08年入选体操的国家队，在北京参加奥运会，那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是没想到这吴柳芳运气不太好，就在08奥运会召开之前的几个月，他呢在国家队啊也才进去之后没几个月，就在一次比赛过程中间受伤了。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一旦受伤，你无法进行训练，那面对冲击奥运会的时候，你这个位置就得让给别人。所以呢，吴柳芳就被退回到了省队。你可以想象一下，吴柳芳那个时候的心情会有多大的反差。苦练10年，进入到国家队，没过几天，又因为伤病呢，又被退回到了省队。但退回到省队之后的吴柳芳啊，也没有气馁啊，他在08年的5月份的全国锦标赛上又夺得了冠军。但是这个时候啊，因为奥运会啊已经开幕在即，他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进入到了国家队。但是09年的时候，他又重新被国家队招入了麾下，开始备战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这个时候呢，吴柳芳啊重新鼓起了劲儿啊，因为到2012年的时候，他也不过18岁嘛。从2010年到2011年，他陆陆续续获得了许多冠军，包括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国内锦标赛的冠军啊。那大小荣誉，有人给他算过，一共得了6个世界冠军，好像9个国内的冠军啊，应该说荣誉还是蛮多的。但是对于中国的体育运动员来说啊，所有的其他比赛说实在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奖牌就是奥运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乒乓球，有那些什么世界大满贯、世锦赛冠军什么之类的啊，都比不上一块奥运金牌重要。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体育被定义为为国争光。你所有的其他的那种比赛啊，你不能在奥运赛场上升国旗，那你其实就是不是为国争光。所以对于中国的体育运动员来讲，你所有的其他世界冠军都抵不上一块奥运冠军，所有的全国冠军都抵不上全运会一块冠军。为什么？就是因为奥运冠军是在为国家争荣誉，全运会是为在你所在的省份来争荣誉。所以呢，这个吴柳芳啊，在10年到11年的时候，虽然拿了很多世界冠军，但这些世界冠军都是他要冲击奥运冠军的一个铺垫而已。但是无巧不巧啊，这吴柳芳啊的运气实在是有点差。到2012年的时候啊，那么全国搞了一次全国锦标赛，同时也是奥运会的选拔赛。就在这次选拔赛上，在平衡木的比赛过程中，在下落的时候呢，他一脚踩空。女子平衡木的比赛率先进行，第2个出场的广东选手吴柳芳就出现了意外。今天的这套动作，吴柳芳在器械上的部分都完成了较好，但是在下法上却踩空了，头部和颈部率先着地。吴柳芳迅速被抬上担架，接受了队医的紧急处理和初步检查。目前神经系统并没有大的问题，差一点成桑兰呐！你要知道，桑兰可当时不就是因为摔下来之后，这个颈部的神经受到了伤害，结果终身就瘫痪在床嘛。所以呢，吴柳芳还算是幸运啊，这个神经没有受什么伤害，但是呢，又因为这次意外呢，就错失了2012年的奥运会。2013年的时候，在天津搞这个东亚运动会，他又重新复出参赛了，还得了一个团体冠军。但是呢，毕竟2次奥运会他都错过了。那么一旦到2016年的奥运会，作为他这个年龄就没有机会了，所以2013年的时候他就退役了。退役之后的吴柳芳呢，在2014年的时候被保送进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训练专业啊进行学习。这里头要加一个背景了，这些职业运动员啊退役之后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出路。早期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获得了巨大的国家荣誉啊，往往呢就能进入到体制内去当官儿。你比如说我们最早的那排球女将是吧，中国女排嘛，什么孙晋芳啊那些人呢，后来啊他们退役之后呢，都通过国家体育局，然后就当了
职业的体育官员，最后有的做了副部级啊。当然了，有一部分呢，这个体育运动如果职业化程度比较高，那有人就会做教练，比如说足球。那么当年排球的职业化程度也挺不错的，所以郎平就到了美国去当教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都是运动员啊，这退役之后的不同的选择啊。但是这些选择啊，应该说都是那个最顶尖的职业运动员才有可能获得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职业体育运动，它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最终能够获得冠军的奥运冠军呢，就是金字塔尖上那么几个运动员。但是要出一个奥运冠军，可能会有1万个甚至10万个这个金字塔底下的这些运动员。对于那些最底下的运动员啊，他们虽然上了少体校，但是很快被淘汰下来呢，可能人生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啊，倒也没什么怨言。但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人呢？就是他们已经冲到了金字塔尖上的边缘，但是最终没有获得奥运冠军。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应该说10年的青春少华付出啊，最终啊，都没有获得奥运冠军的话，但是他们同样面临着出路问题。就比如说吴柳芳，你想想，他从4岁进入到少体校，到这个2013年的退役啊，15年的青春时光的付出啊，2次错失奥运会啊，没有获得奥运金牌啊，但是呢，得了几个世界冠军，他就需要国家为这些人考虑出路。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啊，国家这个教育部呢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这些职业运动员啊那个保送到大学的一个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就规定呢，运动健将级以上的这个运动员，也包括全国比赛的前3名、亚洲比赛的前6名，也包括世界比赛的前8名，你就有资格保送到这个大学里去读书。当然，这也跟你取得的成绩有关啊。2014年，这个吴柳芳保送到北京体育大学读书的那一年，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表格，600多名运动员被保送上大学，其中排名第1的是叶诗文。那叶诗文呢，因为是奥运冠军，所以你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的法学院去读书。但是呢，这吴柳芳啊，由于没有得奥运冠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就被保送到北京体育大学去读书。当然，北京体育大学也不错啊。那么经过几年读书之后呢，吴柳芳毕业了。那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北京的一所中学去当老师。那据媒体报道啊，他在这个中学里头当老师也没有正式的编制啊。那么，所以的收入跟正式编制的老师还有很大的区别。也在这个北京这个中学当老师期间，他也参加一些少儿的比赛啊，做一些裁判呢，这个工作默默无闻，重新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许是因为对这种命运的安排心有不甘啊，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吴柳芳呢就从这个学校离开，开始做起了网红，签约了一家 MCN 公司。这家 MCN 的公司名字叫大海星辰啊，挺好听的名字啊。那么呢，这家公司一琢磨，你想想，这吴柳芳能干什么呢？这吴柳芳退役之后啊，身材保持的还不错啊，经常去健身房，所以呢，就让他跳起了热舞，也就是很多人说的这个擦边视频。但是这些擦边视频呢，现在这网上啊跳的太多了。那你吴柳芳今年都30岁了，你有多大的优势呢？是吧？那些18、19岁的女孩子跳的不也有的是吗？所以吴柳芳跳来跳去，跳了7、8个月，在抖音上的账户上的这个粉丝呢，也就只有6、7万，一直不温不火啊。但是事情的转机呢，就是在今年的11月18号。这11月18号的时候啊，这吴柳芳啊就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她穿豹纹衣服啊，当然穿的也不是特别多啊，在这网上跳了一段热舞。这段热舞啊，就比较妩媚啊，比较性感啊。然后呢，在网上传了之后呢，就招来了另外一位世界冠军，叫管晨晨的不满意。这管晨晨呢，说到底啊，其实跟这个吴柳芳呢还算是同行，因为他也是体操运动员啊，他呢还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得了体操的世界冠军啊。那他当时看到这个吴柳芳跳这样热舞啊，他就在底下评论，他说啊，学姐您好啊，您要是想跳这擦边视频啊，你想擦你就擦，但是呢，你别把这个体操队的屎盆子扣到他们身上。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跳这个热舞的话，这擦边视频的话啊，你别把你国家体操队的这个身份摆到网上。那这个吴柳芳一看就不干了啊，他也知道这管晨晨呢，于是他在底下他是怼他呀，他是说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这个管晨晨又紧接着就回复啊，双方就开始阴阳怪气啊。
他就说：“哎呀，你这学姐好厉害呀，你得了那么多金牌呀，我得向你学习，姐姐好棒。”然后呢，那人家这个吴柳芳也不依不饶啊，紧接着就回怼啊，说：“哎呀，你要是瘦下来以后啊，你就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了。”这背景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管晨晨呢，2021年退役之后呢，也被保送到了浙江大学去读书啊。那么现在呢，也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他呢，身材管理啊，确实是不如吴柳芳，所以退役之后呢，普遍就发福了。海风吹潮汐，我最想你，像一口热恋冰淇淋，牵手漫步夏夜里，星星不经意都落进你的眼睛。这个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都差不多啊。你看那姚明，那原先没有退役之前打 NBA， 那个身材还不错啊。那一退休之后，胖得像个坦克一样啊。所以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退役之后的身材管理是个问题。这管晨晨呢，退役之后呢，就好像是有点发福了。但他网上也在跳一些舞啊，我看他跳的那个舞呢，也跟那个吴柳芳的差不多，也是热舞啊。但是因为他身材不太好嘛，所以点赞的人就更少了。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所以你知道。这吴柳芳就说：“你吃不到葡萄说不透酸。”最后还说：“你如果要是瘦下来之后，你就可以穿好看的衣服了。”女人之间的心机呀，是吧？这管晨晨也不依不饶啊。他为什么夸说你这学姐好棒啊，是吧？师姐好棒啊，你得了好多金牌啊，对不对？那就言下之意其实就是讽刺，你得了再多的金牌，你也不是奥运冠军啊。你别看我管晨晨，我是奥运冠军呀！你这个冠军就是没有我这冠军值钱，所以你看了吗？你只能去读北京体育大学，我呢就是读浙大，然后呢现在你就只能沦落在网上跳擦边视频，而我呢是浙大的学生，我将来就有一个美好的前景，我不用跳你这个热舞，我也能够有很多出路。你看这个语言之间的激锋啊！结果就他这两段互怼啊，你想想，两个世界冠军互怼啊，奥运冠军怼世界冠军，世界冠军怼奥运冠军，那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多的围观，这件事情一下子就出圈了。说句心里话，此前真没有几个人知道吴柳芳，但是因为两个世界冠军之间的这个互怼，一夜之间吴柳芳啊就变成了整个互联网上尽人皆知的这么一个网红。于是乎，那他的流量就来了，就是关注的人数从5万到10万，再到20万，紧接着在最近的2天里头直逼250万。那10月23号的晚上啊，这吴柳芳就发了一个道歉的视频。这个道歉的视频，大家仔细看一下，其实还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对不起。因为我嘴笨，我以前就是个内向的人。我跟朋友出去玩，我也很少说话。我虽然嘴笨，但是我肢体协调呀。那我就想，虽然我嘴笨，那我可以利用我的肢体让大家开心，是不是？所以我在家里准备了很多道具。其实你看到了吗？他那个画本身也带有擦边性，而且低头一鞠躬的时候，墙上露出了一幅字。这幅字啊，从左往右读叫坦荡，但从右往左读呢，就给人看起来好像是荡妇，是吧？这肯定是精心设计的。说白了，他其实还是用这幅画在怼这个管晨晨。管晨晨，你表面上看，你说你是什么坦荡，其实你才是荡妇呢。言下之意是这个啊。要你说，你别说他这个道歉视频还是精心设计过的啊。那么紧接着呢，管晨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说了。他说：“我不为我说的这句话道歉，但是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我以后啊，我可能会讲究一点啊，我可能会说的委婉一点啊。所以这个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啊，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围绕他们两个的争议啊，在网上就迅速分成了2个阵营。有些人就是在批评这个管晨晨，说管晨晨呢，你其实搞的就是个国家主义的叙事，你不就是得了一个奥运冠军吗？对不对？你自己还跳那些热舞呢，你跳那个热舞没人给你点赞呢。”对吧？你这种国家主义的叙事，你实际上就是基于一个胜利者对像吴柳芳这样的没有获得奥运冠军的霸凌，
居高临下，指指点点，对吧？那么支持吴柳芳的人就说呢，人家吴柳芳就是有这个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反对的人就是说了，吴柳芳，你毕竟进了国家队，你就是跳擦边视频的话也无所谓，但是你也别把国家队的身份贴在你身上，因为国家队这个贴到你身上的话，你想想，你这国家队是多么崇高的一个地方啊！你跟你现在这个热舞的这个场景放在一起，你啥意思啊？你不就是想利用你这反差性的东西来为你博流量吗？那你不是给国家队蒙羞吗？双方就在网上开始打得不可开交。那么在24号这一天，吴柳芳的视频呢就被封杀了。整个故事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我看到网上好像吴柳芳在被封杀之后，好像还开了一个小号，发了一个视频，紧接着之后呢，又把这个视频给删掉了啊。那你想想，这个互联网的铁拳轮上的时候啊，那谁敢跟他硬怼呢？那下一步吴柳芳的这个账号啊，还能不能恢复啊？还能不能他继续跳他的热舞啊？都是一个未可知数。我看有媒体的记者还采访这个国家体育总局，问他们是什么态度，他说我们不好回复，因为这些运动员有自己的单位，又不是我们国家队的，是吧？所以我们也不太好回复他这个行为啊。在我看来啊，我想说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看到吴柳芳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其他几位运动员。一位呢就是周春兰，大家还记得吗？当年那个举重运动员，由于吃禁药嘛，得了全国的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因为当年啊，就是好像是2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那个运动队普遍都是吃禁药，尤其是这个女的举重运动员啊，普遍的都吃啊。她也是在教练的指导下吃运动员，所以打破了世界纪录嘛，得了全国冠军嘛。但是后来她退役了，退役了之后呢，你要知道这些职业体育运动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少体校，除了他这个体育这个行业以外，他其他的方面基本都放弃了。放弃了教育，放弃了成长。你想想，文化课基本上没怎么受教育。这周春兰呢，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你想想他的文化程度，近乎于文盲。那么他退役以后怎么办呢？一开始啊，好像吉林市的体工大队就安排在那个食堂里当服务员。就是那服务员，你想想，那确实他干了几天没意思，他就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乡啊，他们家乡就把他安排到一个体校里头当举重教练。但是由于成绩不太好，因为你好的运动员未见得就是好的教练嘛，所以呢，没多久呢，也就让他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啊，这谋生可就出了问题啊。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他就沦落到一个澡堂子里去给人搓澡，1个月的收入不到500块钱。这个消息当时公布之后，那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呐。所以你想想，前世界冠军、举重冠军，现在在澡堂子里给人搓澡。大家为什么去支持周春兰呢？我等一会儿再讲，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还有一个人呢叫财力，这个财力呢是个举重运动员。那么在2003年 SARS 期间呢，他呢就一下子就失去了生命。当然他失去生命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是他退役之后啊，他这个体重啊在迅速的增加，就到了160公斤。然后呢，也找不到什么正经的职业啊，然后呢就跟自己的父母租坐在一个非常小的出租房里头。结果在疫情期间，他呢由于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因素啊，一下子就失去了生命。那么这2个运动员之死啊，当时在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讨论，就是这些职业运动员退役之后啊，到底这个国家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首先，我认为啊，国家对这个职业运动员的确有道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呢，都是你国家选拔体系里头、奥运战略体系里头，你把他选拔的。像吴柳芳4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少体校，他失去了跟一个正常孩子一样同等的接受教育的这种机会和权利。他从4岁开始就为了那么一个奥运会的目标而活着。等他接近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又失之交臂。但是他的整个过去的人生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过去式。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在这个社会上谋生的。那你国家管不管他们？你不管他们，你的确是有道义上的责任。但你要管的话，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少数顶尖的那些人可以安排，但是这金字塔上的所有的人，你都安排吗？你安排得过来吗？所以对这个国家来说呢，也有很多负担。所以2002年教育部的那样的一个就是保送这些运动员上大学那个一个文件里头啊，就旗帜鲜明的讲，就鼓励这些运动员接受职业培训，
接受职业培训之后，鼓励你们自谋职业。你自己要是办个体户、办工商登记的话，给你提供便利。然后你到市场上，你去做其他的事情的话，也会给你提供便利。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国家政府觉得，就是你们这些举国体制的运动员，是我把你们培养过程中间就是为了夺金牌的，但是你夺不了金牌，或者夺了金牌之后，你总要自谋职业，我不能管你一辈子。那么为了给你们一个出路，我就给你做一些职业培训。但实际上这个职业培训呢，真的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前景吗？真的不一定。你就比如说吴柳芳，吴柳芳在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了，北京体育大学也不错啊，运动训练专业。但是你说他能当教练吗？当不了，当不了怎么办？就去一所普通的中学当一个体育老师，而且连编制都没有。那对他来说，那这种落差是巨大的。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小学校里头去当一个老师？但你凭什么你禁止一个人在现在的社会里头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呢？所以2024年的时候，吴柳芳不就开始做起了网红吗？那紧接着就是第二个，我们怎么看吴柳芳去跳擦边视频这件事情啊？网上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啊，对吴柳芳跳擦边视频这件事情非常反感。我也理解啊，这些女性就认为不正经。你看到了吗？这些女孩子在网上扭身体啊，扭身体扭来扭去的，不就是取悦男性吗？对吧？那么这种取悦男性的行为就是应该打击，就是应该禁止，因为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这么乱起来的。你看到吗？这就物化女性。我看到了很多人义愤填膺啊，这两天在网上发言啊。但我想说的是啊，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法律思维。就吴柳芳跳的这些视频，它到底违不违法？如果其他所有人跳这样的视频不违法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禁止吴柳芳的视频。那现在网上跳这种擦边视频的多了去了，你去打开抖音、打开 B 站多了去了，对吧？那你凭什么去禁这吴柳芳呢？仅仅就因为吴柳芳，因为他过去是世界冠军，因为他过去就是一个国家体操运动队的队员，就禁止他来跳吗？那这背后是什么思想？我觉得这种背后的思想就是说，你吴柳芳，你虽然你当年为国争光的时候没有做到拿到奥运冠军啊，但你这辈子你都卖给国家了，你都属于国家了，你都属于国家的一部分了。这不是要为那个所谓的举国体制守寡吗？守活寡吗？那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要不得的。吴柳芳是一个自由的人，他离开了国家队，他自由职业，想选择什么职业，他就是他应该拥有的自由。那至于他可不可以啊打上国家队这样的身份，我觉得同样可以打呀。那国家队又不是什么保密单位，那他国家体操队又不是什么地下党，他凭什么不能用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身份给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视频打广告啊？那莱文斯基当时被克林顿搞了一下，是吧？那莱文斯基后来就把他自己的采访权卖了50万美金呢，你白宫能禁止吗？你禁止不了啊。那你白宫，你当时请他做实习生的时候，你能禁止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赚钱吗？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呀。所以对于吴柳芳来说，他虽然进入到了国家队，他虽然拿了世界冠军，他现在去跳这种擦边视频，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正当权利。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有些人看不惯吴柳芳这个行为啊，我也完全理解，是吧？但是看不惯不能成为禁止他的理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中间的自由啊是一脉相承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言论自由，也包括跳擦边视频的自由啊，其实都是自由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着那种特定选项的自由。比如说，有人就希望这个国家就是没有跳擦边视频的，就是没有风俗业，但是呢，这个社会就是在其他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有非常充分的自由，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没这种可能，所有的自由都是一个共同体，都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来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其实风俗业是合法的。大家去东京的歌舞伎町啊，去看一下啊，很多人肯定看不惯，认为你看日本就是纵容这些风俗业。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为什么疫情期间日本没有封城？为什么中国封了城？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因为日本有风俗业。中国没有风俗业，你在疫情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封城。
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美国有马斯克？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因为美国有风俗业，美国也有街上跳热舞的。其实那个热舞，如果要是吴柳芳的那个热舞，跟美国比起来，那根本不算什么。他们还有跳脱衣舞的，对吧？但是正是因为他是在这种风俗业，在这些我们看不惯的方面上有他的自由，美国才保证了他有创新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啊，我们没有办法追求那种只有创新自由，只有经济自由，只有不封城的自由那种自由。我们要想争取不封城的自由，我们要想争取言论自由，我们要想争取创新的自由，我们就必须容忍擦边视频的自由。所以啊，我们如果要想支持这些我们内心所向往的那种崇高的自由，就必须容忍吴柳芳的存在。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支持吴柳芳。所以啊，就我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得有这些我们看不惯的自由的存在，这个社会才能正常。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这种道理。所以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我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吴柳芳，反对那些因为看不惯吴柳芳就随意对他进行封杀的这种行为。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片尾啊，再放几段吴柳芳的这种视频啊，大家看他视频的时候再来想一想我今天视频最后讲的这段话。好了，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